你为什么当律师？这有些人就是不请自来啊。谁说不是呢？好不容易来趟我家，谈上这事儿。今天我算知道什么叫喧宾夺主了。谁不是？你说什么呢？我女朋友好不容易来一次我家，正好赶上我爸我妈每年一次的南下巡查。没打起来？差不多吧。那你女朋友什么反应？问题就在这儿，她一点反应都没有，还反过来安慰我。这就是姐弟恋的魅力，看看人家多成熟啊！这样也好，我对她也没有秘密，挺好的。哎，谁夺了你的主啊？别提起来我就生气。今儿律协普法活动你怎么没来？我又没转正，我去干嘛？那是你师傅不会来事儿。今天老黄可就带着实习生来的，这陈科的狼子野心藏都藏不住。没想到你们黄主任还挺愿意带新人的。要不你来我们成泰得了？这李公明不重用你，没准在老黄这儿你就是香饽饽了。你呀，你不当律师改当猎头了？咱哥俩在成泰双剑合璧不好吗？不管我在哪，咱俩关系都不会变的。哎，别动，别动！怎么回事？你慢点！怎么了？你这是？我刚想出去倒水，不小心把杯子给打了。哎呀，你现在头晕吗？来到床上躺着。慢点。哎，慢点啊！哎，来慢点。哎呀。你呀，下回有什么事跟我说，我来做，啊。哎呀，啊，我再去倒杯水啊。不好意思。简总，这一晚上呢，你这硬挺着怎么行啊？没事。哎，来，哎呀，我往这边挪挪，躺上来。不合适啊。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刚才要不是我拖着你，你吧唧就睡地上了。一会儿我要睡着了，可真没人接着你。赶紧上来吧。别，不合适，不合适。哎呀，赶紧上来，躺着舒服。来。
那不好意思。没事儿。哎呀，盖着点儿，别冻着。哎呀，还是躺着舒服啊。其实，您也不用担心我。自从我工作以来啊，我就在大大小小的工地上来回跑。有的时候累了呢，就在临时宿舍里靠一下；有的时候，办公室里休息一下。你啊，一个女孩子，做这行啊，太辛苦了。我知道，我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从小呢也都没有离开过延吉。我要是吃苦再比不上别人，我拿什么跟别人拼啊？哼！是啊，拿什么跟别人拼啊？哎，我呀，也想在这个地方干出点成绩来，这样等我回到了静海，我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那起码你看得到将来啊。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我的愿望就是希望去静海看看，也到别的城市看看。你这个愿望我可以满足你啊！你想去静海旅游啊？我全包了。真的假的？哎呀，这多轻松的事儿！我去静海的全部费用你全包了？哎呀，全包了！来，拉钩，拉钩，盖章。你说的啊，不去反悔，说话算话。哎呀，不反悔。太好了。我去接个电话。喂，喂，我还在办公室呢，你还没睡啊？啊，还没呢。你还没回宿舍呀？今天要处理的事情比较多，还没弄完呢。那等你不忙了吧，我想跟你说说爸爸的事。哦，好的。哎，洋洋呢？洋洋已经睡了。别熬夜啊。哦，好，晚安。喂，觉得你可能会睡不着，陪你说说话。你也有了慈母心呐？我只是不忍心让我的搭档一个人独守空房，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你觉得我跟陈克应不应该相认？认不认，都是你弟弟，不是吗？那倒是。你要学会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有你真好。晚安。
你干嘛？找你有事儿。我不要，我看书呢。去教室看一样嘛。我不去。这么晚来着？没事啊，现在没人嘛，看书安静。哎。哦。你干嘛呀？来这么快？你还真以为看书啊？那是干嘛？哎，你干嘛呀？亲一个嘛。不行，不行！亲哎一个嘛，就亲一下嘛。亲吻，亲吻，亲吻。88准的信息，高级合伙人竞争已经开始了。啊，看来这场仗算是正式打响了。我了解了一下，目前呢是贺律师业绩最多，每年都能超过1500万，其次是蒋律师，努力的话也能超过。律所里的其他律师呢，每年将近1000万。所以从数据上来看，我们必须要超过1000万，才有资格跟贺律师还有蒋律师竞争。那我们现在赚了多少了？好问题，400万不到，其中有200万还是张匪兰子得来的。还是离婚案赚钱呀？照这么搞下去，我们5年都做不到1000万。只要我们努力，钱总是有机会赚的。再说，我们不是也帮了很多人解决了很多问题吗？没错，你看看啊，你这光环它又升起来了，你的光环也升起来啊！房间里好亮啊！我想跟你们说件事。我不听，我不听。要走了。我决定留在明堂。你要留在这儿，师傅，太好了！真的？真的？真的。三爸爸，那你是什么挽回了你的心啦？你猜猜看，是你们。虽然肉啊，但是我喜欢。那我们以后一起加油。但是啊，我可不想一直在律师的道路上做慈善。所以下个案子是什么？案子呢是有了，但是还不是一个赚钱的活。我去加点水。我也去加点水。又转气。庄文华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及20万赔偿金。你们要上诉吗？孩子人也没了，我们家以后这生活怎么过也不知道。这孩子送到培训班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变成这样子了。让他们培训班说不负什么责任，就道一个歉，和他们就没关系了。这还有道理吗？这还有天理吗？你们把未成年的孩子交给培训班，培训机构未尽管理职责是有责任的，赔偿是应该的。两位律师，其实我们不是想拿孩子这事儿要挟他们，但是我想他们应该为发生的事情负责。我能问一下吗？你们当初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医学去上学呢？我们在县里一起做生意的，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在学校的时候都不是很好，但是选择出国留学这条路，回来以后发展都挺不错的，至少找工作的时候，别人看你是海归。
都会优先考虑。晴雯在高中3年，成绩都不是很理想，我们俩就想着她在国内顶多上个3本，还不如出国留学，给她一个好的前程。朋友就跟我们推荐了医学教育，我们也是觉得他们的雅思培训口碑好，保分率高，所以就把孩子给送去了。谁知道会这样？这儿原来是一所职校，搬迁以后就被医学教育给租下来了。看来生意不错，环境也不错。我以前就听说过家长们有什么育儿焦虑症，但还真没见过。你也有过这种烦恼吗？有，时时刻刻都有。从洋洋出生的第1个月开始，我就开始焦虑。我记得我妈那会儿说我，都快得焦虑症了。第1个月，你也真焦虑得出来。记得那1个月，我每天都在关注社会新闻，担心洋洋吃的奶粉会不会有质量问题，担心给他打的疫苗会不会有安全隐患，担心幼儿园的老师对他好不好，小朋友们会不会欺负他。天下的父母都一样，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我记得那会儿每天我都睡不着觉，不停的脱发。简佩然还说我想得多，做得少，还说我那是因为看案子看多了才那样。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就算不做律师也会这样。你从不担心这些，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我希望我永远不要经历这些。怎么会？那是我们每个人的必经之路。506教室，当时案发的地点。走吧，往前看看。许清文被发现的时候就躺在这里。据庄文华交代，因为害怕，他在案发之后将许清文移动至此。当时许清文应该还没有死亡。如果当时学校能够及时报警，好好找一找，很容易就能找到。506是我们雅思冲刺班的专用自习教室，晚上从来都是不锁的，一般会开放到8点，时间到了就有老师来催，但也就催一下，有些同学可能会学到凌晨12点。雅思有什么好冲刺的呀？那你怎么打算呢？是想绕过高考直接去留学吗？对，1本考不上，我爸妈一气之下就决定让我准备留学。哎，我妈同事的儿子就是这样，说是参加了1次就考过了。那冲刺班的其他同学呢？都是这个打算吗？是的，学费虽然贵，但是能保过7分，考不过还能免费再学1次。报名的同学很多，还有外地来的同学。谢谢你。宝宝，这是给你的奶茶。谢谢宝宝。那个，我课着等你。来。这个不是女生宿舍吗？男生也可以随便进来的。洋洋也在上培训班吧？啊，是啊。看来我得重新审视给他报的那些培训班。天猫说，我爸爸的案子有新进展了。我是李一，英文名叫 Jason Lee。我是联创的商业发展总经理。在过去的3年期间，
我隐瞒集团私自和明堂律师事务所的陈文光副主任，在联创集团的理财产品申请报告书、基金托管协议草案、招募说明书草案等等法律文件上，这是你查到的吗？这是我去公安部门查看证据的时候找到的，对我们很不利。师傅被指控的理由之一呢，就是这来源不明的2000万，也就是因为这2000万，师傅被怀疑与集团达成交易，对于联创集团涉嫌非法经营罪充耳不闻。可是之前的资料上并没有这段视频啊。我愿意为此负上相关的法律责任。现在除了这段视频，还有证人的资料、证词的文字档，再没有其他的证物了，对吗？这个人呢，只是口头承认了他主动行贿，但这涉及到账户明细、资金流向证明等等，什么都没有。我想，如果一个人拿自己当做陷阱，要么就是有其他的目的，要么就真的是有这件事情。爸爸知道这件事吗？师傅的身体刚刚恢复，我打算过几天告诉他。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你有压力，但是请你相信法律。我想事情在没有完全的盖棺定论之前，法官应该不会轻易相信这么一段视频的。我知道，师哥，辛苦你了。啊，对了，那天张青兰找到我，说起了陈科，你弟弟的事情，他也在调查师傅的案子。对。前几天参加律协的活动，我碰到他。他现在在成泰。成泰？上次师母的资料是他给你的？我跟张青兰见面的时候呢，多聊了一些关于师傅案子的情况，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你替爸爸多安慰安慰他吧。审判长，我整理一下有关于今天我方提供的证据。第一，女生宿舍大门监控视频截图。案发当天11点55分，庄文华从宿舍中带走了徐清文的时候，宿管已经入睡，并没有发现两人出走。图上可以看到，11点43分的时候，庄文华随着3名女学生刷卡进入宿舍，避开了宿管的视线，宿管不在位子上。你干嘛？找你有事儿呗。不行，我要看书啊。去教室看一样吧。我不去。走了。义学教育宿舍只有1名宿管，虽然宿管会24小时在班，但会有因巡楼、清洁以及个人生理需要，出现在岗不在位的状况。平时只要有人刷卡，也能带男生或者是外人随意进出。即使是在规定的门禁时间，晚上9点以后，学生仍然可以刷卡进入。这是对学生住宿安全的严重管理疏失。这么来着？没事啊，现在没人嘛，看书安静。来。哦。庄文华过失杀人案的庭审记录中，死者徐清文班主任的证词也承认，他在第1堂课发现徐清文缺席以后，仅仅是给他拨打电话，并没有及时的寻找或者是报警。徐清文的死亡时间正好是第3堂课上课的时间，班主任的不作为使得徐清文错过了黄金救援的时间。教学楼管理员的证词也证明，被告并没有尽到对教学楼的管理责任，形成重大安全盲区，间接导致庄文华失手杀害了案发当时未满18岁的徐清文。哎，你干嘛呀？听一个嘛，这听干嘛？
请问，我方主张，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9条和第40条，义学教育机构并未尽到管理职责，对于徐清文的死亡应负起相关责任。我方要求，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共1375266.5元。审判长，义学教育呢是教育机构，我们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为使命。宿舍有门禁，有宿管，教学楼里也有管理人员，而且宿舍和教学楼里面24小时都有监控视频，已经做到了3重保险。根据我方提供的宿舍点名记录，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班主任老师每天晚上9点都会准时到宿舍点名。但是学校呢，毕竟不是监狱，我们没有理由去限制学生的人身自由。学生想要多花一些时间去读书，作为学校，我们应该大力支持。最后，原告代理人提到班主任证词中清楚地提到徐清文过去有数次的逃课记录，这点我要解释一下。当班主任知道徐清文逃课以后呢，第一时间打过电话给他，也去宿舍找过他，并且还打过电话给他的父母。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学校已经做到了尽职尽责。被告代理人，尽责不是制定的条例就叫尽责。我想知道学校对于学生缺席的处理是怎么规定的？稍等着。审判长抓的是完整尽责这个点。我们现在要证明学校没有执行条例。审判长，关于这一点，我方比被告代理人更熟悉这些条例，我可以代为回答吗？可以，被告代理人可以稍后补充。学生守则第68条规定，学生事假、病假程序上必须先要请假，经由班主任批准。如无故缺席超过45分钟及1堂课的时间，班主任需要寻找学生。如果无法找到，教务组长应告知家长。在此案中，徐清文的班主任仅给徐清文打过电话，但是并未通知到家长。有异议，班主任当时的确有打过电话给徐清文的母亲。是，但是根据庄文华过失杀人案的庭审记录，班主任说他是在第2天中午12点的时候打电话给的白慧兰，但是电话并没有接通，班主任也没有再打，直到找到徐清文以后，最终于下午1点10分联系上了徐清文的父亲徐凯龙。另外，针对义学教育机构的宿舍管理，我方还有几点补充。学校宣称班主任每晚都会去宿舍点名，但是根据徐清文的学校考勤记录和宿舍的点名记录，事实并非如此。请看证据。审判长，这是证据突击，我方需要时间来检查证据。考勤记录是由义学教育提供，上面盖有义学教育的公章。原告代理人继续。考勤记录上显示，5月20号和21号，徐清文请假回家，没有在宿舍过夜。但是当晚宿舍的点名记录上却依然有他。我方对于班主任点名的执行力度表示怀疑。综上所述，我方认为被告在徐清文的人身安全管理上没有做到完整尽责，应负起一定责任。被告代理人有异议吗？审判长，我方设置了保障学生安全的管理条例，而且是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实施的。被告代理人，设置管理条例与执行管理条例是2件事情。你方设置这个管理条例，并不是为了保护学生，而是为了规避责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暂时没有了。双方代理人还有异议吗？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现在休庭。怎么啦？说吧。我爸爸的案子现在有个证人向检察机关投案，
说是往我爸爸的账户上转了2000万，纯属个人行为，跟联创集团完全没有关系。哎，这个说得通吗？到现在这笔钱从哪里打出去的都还不知道，他没有理由自首呀。他自首的时候有提供物证吗？现在的说法是，汇款现金流的物证链根本无法复查。你的意思是，他只是个替罪羊吗？通过替罪羊是可以找到幕后的人和公司，但是这个是为陈主任辩护的最佳策略吗？要查清楚事实的真相，才能选择辩护的方式吧。师傅，出意外了，徐家要撤诉。撤诉？为什么撤诉？我们想让文文得到安息，不想让这个案子纠缠太久了。那你们之前就没有必要找我们啊。我们会补偿你们的。我们不是来要补偿的，相信你们也不是。你们请回吧。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撤诉？不是因为和解费。你这个回答倒是让我挺意外啊。别忘了，我是一个观察力很强的律师，看得出来徐家对这个女儿的爱和保护。哎，你看那些孩子的手办，都是按照顺序和品次摆放的，所以啊，这个女儿呢，一定很喜欢跟她的父母分享自己的爱好，而她的父母呢，也很细心，一点点都能记住。要这么说，我还真不是一个好妈妈。撤诉，应该是跟文文有关系吧？我也是妈妈，我也有女儿。是什么会让他们放弃这样的仇恨的？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女儿的生命更重要的？我一个未婚未育的女性，我肯定是理解不了了。该是你贡献思路的时候了。有什么进展吗？徐凯龙要求撤诉，我们也在调查背后的原因。我知道你是会处理好的，但是你今天来不是专门来汇报这件事，对吧？陈主任的案子有一些不利于他的证据。打到他账户上的2000万。只能查询到最后一次转账记录，是一家叫 YAF 的贸易公司。这家公司是位于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目前这家公司已经注销，银行的账户也注销了，无法查询到这家公司的银行的流水或者其他记录。我知道了，你继续调查，啊。体检卡。好，谢谢。Jason。谢谢。来，许律师，大手笔呀！是什么呀？你不知道啊？刚才有一大帅哥来找你，我说你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他可以稍等一下。结果他挥一挥衣袖，留下了体检卡，不带走一片云彩。哎，同志们，这个可是我们2组许律师给大家发的福利。这份情谊，大家大可放在心上，掌声鼓励！谢谢许律师。可以啊，有情况也不知道提前说一下。普通客户，普通客户，你信吗？哎，全身体检呀，而且是最贵的套餐。给，你就不怕体检出毛病啊？要不要约着一起看有没有毛病呀？还谁没有啊？之前的律师费折算了，还算够吧？多了，
余付不少，我转给你。算我赔礼道歉。不必了。是叶医生送的，我已经把钱转给他了。哦。咖啡机是无辜的啊。你说他一个咖啡机，本职出咖啡的工作他不做，他出热水，出热水的工作我有烧水壶就行了，我要他咖啡机干嘛呀？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正确，这个咖啡机老找茬，早就该换了。他想干嘛？他想干嘛不重要，我们都没有必要理会。但是他老惦记你这事儿，让我非常不爽。吃醋了？不应该吗？你应该相信我的。你爸妈呢？去海洋馆了。他们两个一起啊？可能没有七七吵架，他们会非常不舒服吧。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一个奇葩老吵架，对吗？可以是可以，但是吧，你得先弥补一下我这颗受伤的小心灵。怎么弥补啊？哎，谢谢你的体检卡。我觉得这体检卡特别适合你，你也不能老想着案子，总得兼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吧。不然我的那张你也拿去用吧。啊，陈律师，我这张也给你吧。身体都这么好的吗？年轻吧。我们商量一下易学的案子吧。我认为徐凯龙现在最大的顾虑应该就是他的女儿，我们约一下他。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喜欢这些东西的姑娘，一定很乖巧，相信这个世界很美好，从来也没有想过有厄运会降临到她们头上。所以女孩子不要从小听那么多童话故事，而是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坏人、凶险、险境。你那么刀枪不入，很快乐吗？至少安全。你确定他会来？从文文的手办上来看呢，就是在这家店买的，而且今天有新品到，不赌他会来。我们打这个官司，真的不是为了要钱，我们只想让培训机构这边整顿他们的管理制度。以后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文文出事以后，听他的同学还有其他家长反映过，培训机构这边存在着许多的隐患。那么多的孩子在一起，管理不善，会发生许多的问题的。谁呀？您好，我是医学教育的。易学他们找过我们，让我们撤诉，给我们一些钱，我们没有答应。那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吗？我在论坛上看到了文文的帖子。现在许多人发了许多关于文文的流言蜚语的帖子，怎么难听怎么说，说什么我家孩子大半夜的出门就不是什么好女孩。
半夜出门就不是好女孩了。我想，如果这样下去，这个案件越来越发酵，关于文文的流言蜚语会越来越多的。医学，他们说和我们一起出一个通稿，就说我女儿得了抑郁症，那天是出去取药，瞒过了宿管阿姨，然后在校门口就遇到了。我理解您，但是请您也得明白，如果你们撤诉，不再追究医学的责任，那以后会有更多的文文。可是我真的想早点结束，我真的不想再听到那些人说这说那的流言蜚语了。选择权不在于你我，在于文文。文文，我们都不应该替她做这个决定。如果文文还在世的话，我相信她也不会愿意让别的女孩遭遇这种经历的。童话里是有南瓜和马车，也有骑士和弓箭，但是这些呢，只是出现在童话里。现实里，只有法律才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